看来我真不是修仙的天才，连师傅都把我赶下山了。这玉佩跟了我20年都没什么动静，怎么今天忽然有了感应？难道真是我红尘因果未断？东南方向，好重的煞气啊！老头儿，这头上插钢筋好玩吗？你住口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给我抓出去，张嘴！等一下，我没有嘲讽，我是想说，得赶紧把钢筋从他的脑袋上拔下来。这根安神香只能起到一点安神的作用，救不了他的命的。再不拔出来，他活不过10分钟。哪儿来的小子，在这儿口出狂言？这可是龙岩安神香，为仙人用的。无知！这龙涎香含龙涎之气，能保3魂7魄。虽然救不了张家主的命，也能保他在一炷香内不会气绝。何止能闻3魂7魄？这香，凡人闻一闻，能多活几10年；仙人嗅一嗅，境界可更上一层楼。不可能！这香我练了几百根了，师傅说了，这香就是驱蚊子用的，对于提升修为没有一点作用。要不然我怎么可能只有这么一丁点修为？妄言！这香以龙涎为料，大罗圣境修为方能练。天上不多，人间少有。我练了上百年，才斩下区3根。你居然敢说你练了几百根？不可能啊！师傅说这种香，我大罗圣境这种低等修为就能练，就是垃圾啊！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哎呀，你们先别说了，先把老先生头上的钢筋给拔出来，再不拔出来，他可就真就死了。口出狂言！我等3位神医都不敢拔，你怎说拔就拔？拔出来，当场毙命！不会，你们听我的，先以仙气炼金针封住他的左右神庭，保住3魂，再封住他的气海、凤池、百会3穴，护住7魄，能有1刻钟护他性命无忧，正是拔出钢筋的最好时机。这种手段，我在仙道遗书上看过，非大罗圣境修为不可施展。你是怎么知道？谁教你的？你师父是谁？我是玉。不行，师傅那么厉害，我修为那么低，说出他老人家的名讳，岂不是给他丢人吗？我是玉山上一个门派的小童，门派就我和师傅2个人，你们肯定没听说过。这不，师傅嫌我修为太低，把我逐出山门了。哎呀，想不到一个小门派的弃徒，竟然知道这种神仙功法。什么神仙秘法呀？师傅说了啊，此法但凡是修仙之人都会的。哎，你们不就是修仙之人吗？肯定知道此法呀，为什么在这儿见死不救，不施法救人呢？你是说他们见死不救？胡说八道！此法能救人不假，可只有大罗圣境修为才能施展。我等都是金丹期末流修为，施展不得此法。师傅说金丹期远在大罗圣境之上，若是说金丹期都是末流，那我这大罗圣境岂不是末流中的末流？我看就是你们不想救，我这种远不到金丹期的修为都可以施展，怎么难不成这种仙法高修为的人施展不出，反而是我这种低修为的人才可以施展吗？你的意思是你能救我爹？只要你真的能救我爹，你想要什么，我能办到的我都可以答应你。哎呀，不用，不就是拔一根钢筋吗？举手之劳吗？我现在就给你拔出来。哎，不能拔，钢筋一拔，张家主必死。张家主，大小姐，不能让他拔呀！拔还是不拔，你们说了不算。老头，你说这钢筋我拔还是不拔？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可我怎么感觉对这个小伙子很熟悉、很亲切，莫名的感觉是可以信任的。小仙师，我听你的，拔。好。等一下，若是有事儿，我张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清雪，我伤得这么重啊！如果不拔，死路一条；如果拔了，还有一点机会，不妨一试。如果我死了，那是我命中该有此劫，不怪小仙师啊！小仙师，拔！糟了，龙
贤香要烧尽了，张家主的气数要尽了。来不及了，大头，认真点。来不及了，大头，认真点。不麻醉不消毒硬把，我看这小子没安好心，明明要折磨死张家主。看来你们真的是不懂救解之法。这钢筋1指宽，入脑3寸，每拔出来1寸都要配合镇魂诀镇压3魂。刚开始拔的时候确实疼痛难忍啊，不过只要多点上几根龙涎安神香，效果堪比麻沸散，就没有那么疼了。什么？多点几根？说得轻巧，这龙涎香各地门派加起来也凑不出来100根。一仙前辈，请你再多拿几根吧，我愿意用张家所有的财富，甚至仙元来换。这仙元固然珍贵，可这龙涎香我出来时只带了1根，其实3根香我全部带在身上，这是无价之宝，是囚禁化羽仙门的败礼，岂能浪费在一个必死之人身上？你也太小气了吧！1根香你都不舍，你还是修仙之人。喏，脸上。假的！这世间不可能有这么多龙涎香。就是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这香我有几百根，你们要想要，改天随我回山门，都给。老夫的道心都要崩碎了，难道我修了个假仙？这龙涎香真的是路边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肯定是骗人的，这都是障眼法。他说不定是仙门的老股东，就是来此游戏人间的。众仙有分歧，日月星，通天透地，人不惊。当真拔出来了1寸，张家主也没有断气的迹象了。好像也不是那么痛了。不疼了？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还有他的手法、口诀，都是大罗圣境修为。难道他真是隐世仙人？我儿子的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胎记，难道他就是我的儿子小一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是仙门中人，就算是小一还活着，也不可能进到仙门。仅仅用20年就能修成这般大能仙道啊！金幽神开香路，魑魅魍魉锁不停。天门地祸，奇香绝命。连3位神医都束手无策的事情，他竟然真的做到了。这是什么妖孽手段？居然救活了一个必死之人！难道他真是隐世仙人？看着年轻，实际已经是修行1000年的老古董。不行，这件事我必须回仙门禀报师尊。求小神仙收我为徒，传授仙道遗经。你们搞错了，我就是一个被师傅赶下山的弃徒，不是什么神仙，也没有看过什么仙道遗经。此人虚实不清，看不透，还是回禀祖师之后再做打算。小神仙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你仙道高绝，又慷慨持香，不知能否赐我一根龙涎香，以补今日损失啊！这种便宜东西啊，我有的是，想要多少，你们自取便是。小神仙留步！小神仙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，请受老朽一拜。2位快请起，我真不是神仙，刚才救你的手法，师傅说过，随便拿一个仙门中人都可以做到的。既然如此，请问小神仙尊姓大名？我张家有份化于仙门的仙缘，3月3，也就是明日午时，他们会召开仙缘大会。你如果不嫌弃，可尝一试。如果能进仙门，即可早日进无上仙道。我叫张毅，弓长张，容易的易。张毅，你也叫张毅？
他的手上也有印记，难道他真的是我丢失的儿子吗？我的儿子是神仙。小神仙，原来你也叫张毅，请问您今年贵庚啊？都说了我不是神仙，就是一个没有资质的废柴，医道也只懂一点点，就叫我张毅就行了。我具体年岁自己也不知道，我自幼在山中长大，据师傅说应该是这个年纪。原来他已经修行了2000年，看来也只是和我丢失的儿子重名相似而已。20多岁了，师傅说我的因果就在东南靖州，这里应该能找到我的父母吧？要是找到了，一定要问清楚当年为什么要丢下我。实不相瞒，老夫也曾修炼仙道，只是天资愚钝，从未证得半点仙道。化育仙门的祖师曾说过，我女儿晴雪乃是九阴之体，与之双修，可以修改仙姿。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让我嫁给他？小仙师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再说了，小仙师能力超群，你嫁给他，你不愿意啊？爹，我有九阴圣体，仙道祖师说有接仙资质，将来能带我进入仙门的飞尸仙界，只为寻找义弟弟我才拒绝的。将来若找到义弟弟，哪怕为了报答爹爹的养育之恩，我也可以带义弟弟进入仙门。可他只是一个被仙门逐出的弃徒。找了10多年都没有找到，机会渺茫啊！也许小姨她早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小先生救命之恩，岂可不报啊？不用，我救人不是为了强人所难的。师父教导我要行善积德，这样有助于突破修行桎梏。老先生，您愿意给我一份仙缘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至于婚事，就先算了吧。化育仙门追求只修仙资质，如果张先生你的资质无法达到他们收徒的要求，你该怎么办呢？那就只能说明我真的很废柴，没有修仙的资质，只能做一个生老病死的凡人。爹，3年时间我一定能找到义弟弟的。至于今日恩情，张仙师能修行至今，必定是有一些资质在的。待我找到义弟弟，我就嫁给张仙师，到时候祝他重登仙道。心中久想，化育仙门的仙缘大会就要开了。仙缘大会是化育仙门1年1度的盛会，外界之人要进仙门修习仙道，通过仙缘大会的临子考验，是唯一也是必经之路。能入仙门者，光宗耀祖，无上荣光。不过，我观今日诸位皆资质平庸，唯我略高一等。看来这拜入仙门的殊荣，多半是要花了我江家了。仙门之地不得喧哗。拜见仙人。周先生，你怎么不跪啊？这3位可是化育仙门的掌教真神，来主导今日大会，你可千万别惹怒他。不跪3位真人，就是对仙门不敬，对仙道不尊。你还想不想进化育仙门？面前之人既来参加仙缘大会，准备拜师入仙门，为何不跪？我要跪就要跪真正的仙人，而你们修为不高，算不得仙人，不值得我跪。好狂的小头！我与2位师兄执掌仙门1000年，入得仙门论道，下得地府积魂。你竟敢说我们修为不高，算不得仙人！哎呀，张先生求在此妄言，赶紧给3位仙师道歉。不敬仙人者，没有资格参加仙缘大会。请3位仙人下令将此人逐出。我又没说错，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去啊？他们真的不是仙人，我师父说过，真正的仙人修为高深莫测，根本就看不透境界。我师父就是仙人啊，我就看不透他的境界。我看小友的确有几分修为，炼气7、8层。你是何门何派？
以炼气的境界，竟能看出神仙境的修为。你的师傅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师傅说我天资愚钝，修仙资质低下，把我赶出山门了，没脸再提师傅的名号。不肯透露。好，你说我们修为不高，那你就好好说说，我们到底是何境界？师傅说，头顶3朵莲花盛开是炼气期，2朵莲花盛开是筑基期，1朵莲花盛开是金丹期，只有1个莲花骨朵的是陆地神仙境界。像师傅那般头顶只有1个莲花骨朵的才是神仙。凡人修炼至陆地神仙已是极限，炼气期修3朵金莲，筑基期修2朵金莲，金丹期修1朵金莲，待金莲闭合重回骨朵，便是陆地神仙。我的障眼法快瞒不下去了呀！他已经9连气开入天道境，赶紧让他下山，不能叫他知道我这个师傅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他了。你们3个的境界就是炼气期，离陆地神仙境还差得远啊！真是坐井观天，胡说八道！我一个堂堂陆地神仙之境，竟被你说出一个小小的炼气期的修士，简直是可笑至极，可笑至极！以我看，你师傅也如你一般，井底之蛙，不知天高地阔。既然你不肯跪拜，那也就罢了。反正你这般愚子纯才，竟然也经不起考验，入不得仙门。和你计较，倒也显得我们有失身份。50至，及时到，请仙门圣器混沌神珠。请仙门圣器混沌神珠。这就是化羽仙门圣器和阴灵根测资质变善恶的混沌神珠啊！当年我几次跪求欲入仙门，就是此神珠测得我资质不够，至今无缘仙道。鸿蒙初始，天地初开，诞生这混沌神珠，作用万千，其一便是可测修炼资质。凡修仙道者，以手触摸神珠，神珠便会显示其修炼资质。凡人修炼者分9境：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。陆地神仙、天仙、神仙、金仙、大罗圣境、天境。触碰神珠，金莲显现，金莲显现数量代表修炼资质所能达到的上限。金莲之下皆为蝼蚁，只有显现1朵金莲，才具有修炼大陆神仙境的可能。若是金莲不显，那则证明这辈子都成不了仙。师傅说，1朵金莲已是凡人修仙的大限，这样才有修炼到陆地神仙境的可能。那像我这样投生9莲的末等修为，岂不是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？1朵金莲，陆地神仙资质；2朵金莲，天仙资质；3朵金莲，金仙资质。倘若有6朵金莲，则为大罗圣境资质。不过此种资质极少，可谓是万里挑一。若显现9朵金莲，
可达天道之境。此种境界，自开天辟地以来，只有道祖一人成就。当然，即使一朵金莲未出，只现莲花骨朵，也代表有修炼资质，可做门外弟子。若莲花骨朵也未显现，那只能做仙门外扫地的杂役了。凡是可出一朵金莲，有修炼陆地神仙资格者，皆可得仙门老祖赐福，洗金伐髓，提升境界。9朵金莲是天道资质，可师傅明明跟我说9朵金莲是最低等的修为资质，难道是师傅说错了？我们真的是井底之蛙？测仙道资质即刻开始。要入化羽仙门者，皆可上前。爹爹虽然定了我们之间的婚事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虽不奢求你能达到金莲一品的资质，但你起码也要能达到门外弟子的级别。我不想，也不会嫁给一个杂役的。哎呀，1朵金莲勉强进入仙门，那我还要不要测呀？我这20年的微末修为，不会真的要成为给仙门扫地的杂役吧？看你这心虚的样子，你不敢，那我来。我不求我的男人比我强，但一定不能比我差。我女儿可是太阴圣体，可不是1朵金莲那么简单的。按化羽仙门的规矩，3朵金莲已经有了金仙的资质。我这种修炼废神，1朵金莲也显现不出，怎么可能强得过他？唉，注定我与张家无缘，结不成这桩婚事了。3朵金莲已有修成金仙的资质，已十分罕见。不愧是太阴圣体，先天就有修仙资质，稍稍出手便已是无数人毕生努力的极限。只可惜你已永言在先，3年之内不入仙门。张清雪竟是太阴圣体之身，据说与太阴圣体之身双修，修为可倍增。太阴圣体，万中无一，要入大罗仙境，登顶仙道。张清雪绝不能成为别人的女人。晴雪出身高贵，又是先天圣体，乃人中之皇。能与晴雪谈婚论嫁者，也必须是万里挑一的翘楚。我江少廷自诩为人中之龙，今日特向张氏提亲，求娶晴雪小姐，还请晴雪入去。江少廷，你要向我求婚？没错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放眼整个靖州，能配得上晴雪姑娘的，怕也只有我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已将晴雪许配给了张仙师，江少廷，你就死了这条心。这江少廷一身煞气，与张家主被谋害时的煞气相同。不论他与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关系，但他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晴雪绝对不能嫁给这种人。没错，江少廷是吧？晴雪已经答应嫁给我了，你来晚了。拿开你的脏手！爹爹虽然让我们成婚，可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嫁给你了？晴雪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连爹爹的话都不听吗？爹爹，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嫁给他呢？我曾经发过誓，我张晴雪的男人，要么天资比我聪颖，要么能力比我强，否则他凭什么可以征服我呀？听到了吗？晴雪有金莲3品金仙资质，请问你是何等仙资啊？是何等仙资啊？我具体仙资不知道，但师傅说我头顶9朵金莲，是修仙者里修为最低的。9朵金莲乃修者最高境界天道境，你却说是最低修为。
你这是变相在羞辱我们，说我等头顶3朵金莲的修为还不及你最低等修为。9朵金莲明明就是最低的修为资质啊！师父应该不会骗我的，可能师父传给我的修仙境界与神珠测出来的是相反的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实力低微，若是触碰神珠，1朵金莲也生不出来。我的修为比不上在场的任何一位。爹爹，您都看到了吧？我有太阴圣体，又有金仙资质，嫁给他岂不成了9仙效？哎呀，你不嫁给张仙师，难道你要嫁给江少廷吗？他面敬心不敬，他向你求婚是另有所图，这种婚事我绝不同意。没错，大小姐，我都看得出来，这姓江的没安好心。你住口！末等修为，没半点修仙资质，一双肉眼凡胎，你能看得出什么？张家主，大小姐得仙门认可，有金仙认证，你呢，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做不了他的主。爹爹，只怕今日女儿要忤逆您的意思了。我张晴雪不愿嫁给一个一无实权的人，沦为仙门的笑柄。若是你能得到神珠的认可，我愿与你结为一时双璧。当年化羽仙门老祖曾说，我乃9阳圣子之体，一直未能查验，今日一测便知。当年老祖所言非虚啊，此子乃9阳之体，与太阴之体平齐，可入金仙境。一个9阳之体，一个太阴之体，若两者合修，境界高升，不可估量啊！爹爹，你要相信女儿的选择没有错，嫁给他，我此生境界难以寸进；可嫁给江少，必能缔造仙道境界奇迹。师父说过，心地不善，难成真仙。张清雪，你两眼蒙尘，不辨黑白，即便是测出天道境，也成不了真仙人。我也想看看我2人合修是何等的金仙资质。是6朵金莲，6朵金莲，大罗圣境啊！2者合修，可出大罗圣境啊！是我羽化仙门之福，天地同庆啊！张家主，看见了吧？大小姐选择少廷才是正确的结合。她若是听你的，选择一个一无是处的废材，怕是仙道境界再无寸进了。张仙师啊，我不想看着晴雪跳进江家的火坑，这里只有你能帮她呀。张家主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要是上去1朵金莲我都显现不出来，这件事我真帮不了你。你想啊，不是张仙师啊，你不上去试试怎么知道呢？万一你和他一样也是9阳之体啊，你比他还强呢？不可能，我要是9阳之体，修仙奇才，我师父怎么可能把我赶下山门呢？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麻雀的确不能与凤配，以我云泥之别，配不上晴雪小姐，你是不争的事实。但你也可以上前一测资质，说不定还可以留下来做个扫地的杂役。没错，张毅，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。我不要求你能超越江少，但若你能让神珠出3朵金莲，与江少的资质平齐，我未尝不可改变主意。我也想看看这个号称头生9莲却修为末等的狂徒是何等资质。上台，测！对，不可推脱，测！我若是1朵金莲也测不出，可就真是把师父的老脸给丢尽了呀。无论有没有仙道资质，你都应该有踏出这一步的勇气。你连向前一步的胆气都没有，你根本就不值得我多看你一眼。
畏首畏尾，羞耻之耻！说出你师门名字，师傅是谁？滚下山去！自此，你这一门再无资格参加我化羽仙门的仙元大会。罢了，测就测，总不能真把师傅的老脸丢在这儿，让他们踩到脚底吧？行，我测，但是我话先说清楚啊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跟我师傅无关，与我师门无关。我就说嘛，我修为末等，修仙资质低下，一朵金莲也显现不出。早料到不会有金莲显现，可没想到这神珠无意，你竟没有半点修仙资质，在我仙门阶前扫地的资格都没有。张家主，我化羽仙门赐予你张家的仙缘，用在他的身上，算是白白浪费。张仙师啊，看来老朽是看走眼了，你的确是无缘仙道啊。本以为你能留下来扫地，没想到这等低等末流的差事都轮不到。幸亏我慧眼识人，才在你这种人身上没有浪费一时半刻的青春。那是我眼花看错了吗？那是一品金莲。一品金莲？我这种末等修为也能测出金莲一品，有陆地神仙的资质，可为什么师傅这么多年没有看出来啊？金莲一品，没有半点修仙资质的他，竟然测出了金莲一品，难道是仙姿不显吗？好啊，极品金莲一品也算是有陆地神仙的资质了，与我们晴雪也算是般配了。不过是金莲一品，我和江少可都是金莲3品，他与我还是地仙与金仙的差别。听清楚了吗？金仙与地仙听起来只有1字之差，可在修仙界一脉差的可是万年之遥。再过1万年，你也修不到金仙境。慢着，不是金莲一品，是金莲2品啊！不可能，金莲一品陆地神仙已是他这种俗物修仙之最，怎么可能金莲2品？白石仙人，您看错了，哪有什么金莲2品啊？我能有陆地神仙的资质，已经很知足了。不是金莲2品，神珠已有吞吐金莲之象啊！金莲2品，张天师，你与我们晴雪之间的距离已经从万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了。不就是金莲2品吗？我家少廷可是金莲3品，他们之间可是天仙和金仙的差距。我没做梦吧？片刻之间从地仙晋升天仙，这样的资质真是我测出来的吗？不是天仙，是金仙；不是天仙，是金仙。真的是3品金仙资质啊！3朵金莲，金仙资质，我一介凡体，居然与太阴之体、九阳之体资质齐平。同一天内测出3位金仙资质，这是化羽仙门从未有过的奇事啊！更奇的是，他这种没有先天修炼体质，竟可媲美九阳太阴之体，真是修仙奇才啊！我那九阳之体万里无一，竟与他这种被仙门逐出师门的废物资质平齐，真乃我蒋家之耻啊！晴雪，你看到了吗？张仙师和你一样，也是金仙资质，你们才是最般配的那个人呐！真的般配吗？
虽然都是金仙资质，可我是太阴圣体，他一介凡体，显而易见，谁尊谁卑。除非他能测出金莲4品再升一境，才能勉强与我平齐，这才叫般配。神珠又有吞吐之象，难道今天要出一个超越金莲3品之人？又一个金莲4品，看似平平无奇，总是金莲4品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当年老祖修行3万年，又听老君论道，才突破桎梏，升至金莲4品。这小童看年龄不过20-30，竟然已经达到了老祖修行3万年的高度，这其中不会有假吧？师父总说我是愚钝至极，朽木不可雕也，连基本的炼气期都无法突破，怎么到了这里却成了修仙奇才，达到了金仙之上的资质？这混沌神珠不会是失灵了吧？晴雪，如你所说，张仙师现在已经是金莲4品了，现在应该与你般配了吧？金莲4品又如何？我和晴雪双修能到达金莲6品，我2人结合可达大罗圣境资质，他区金莲4品，比得了吗？这叫般配吗？他若真想和少廷一较高下，那就测出个金莲6品，让我们瞧一瞧啊！金莲6品，大罗圣境，几位执掌仙门1000年的仙人都难以达到的高度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到？知道自惭形秽就好，你我之间的婚事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不止4品金莲，神珠灵光未消，似有吞吐金莲之象啊！不可能，金莲4品已经超越了金仙，若再吐金莲，岂不是要接近大罗圣境啊？这是凡人修仙绝不可能达到的高度。真的是金莲6品，大罗圣境资质啊！我与张少合修，才勉强测出金莲6品，他怎么一个人就做到了？莫非他说的头生9莲不是空话？这等修仙奇才，简直是妖孽呀！我等修行几千年，才修得陆地神仙资格，他小小年纪竟然……哎呦！金莲6品，大罗圣境，竟然有人修仙资质与我齐肩，真没想到张仙师是大罗圣境仙子，请受老朽一拜。张家主，你快请起，我这受不起的。这金莲6品的仙资肯定跟我无关，依我看，8成是神珠失灵，测错了。妄言！混沌神珠始于混沌初开，乃上古圣器，测资质护仙道，万年来不曾出现一点误错。你竟敢说神珠出错，这是对圣器不敬，对我仙门不敬，对仙道不敬，跪地赔罪！圣器高贵，岂能容你污蔑？跪地赔罪，否则今日让你肢体难全！听到仙人的话没有？跪地！向圣器赔罪，向仙道赔罪！测出金莲6品，也不是你目无圣器的资本！跪地赔罪！张仙师，刚才您说的话里确实有不敬。哎呀，我也帮不了你，你还是跪下吧。我又没说错，为什么要跪啊？我的仙道根基为零，师傅早就验证过了。现在神珠测出金莲6品，那不是失灵是什么呀？看他的样子，不像刻意隐瞒修为资质，难道真的神珠出现错误了？我更愿意相信是神珠出错，也不愿意相信你真的是金莲6品，压我一头。要验证他所说是真是假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再让神珠验测一次。若再测出是金莲6品，那我们都心服口服。我说过的话也会说到做到。没错，就这么办。张氏小童，再测仙道资质。师傅神通广大，慧眼如炬，他一定不会骗我的，一定是神珠失灵。行，测就测。这是这，
天诛异动，天地色变，难道今日要出一位天道资质、仙道大能吗？什么？仙道资质、仙道大能？自盘古开天至今，也只有道祖一人能达天道资质啊！若真有人能达到天道资质，与道祖齐平，此人必将震动整个仙界。先出金莲3品，再出金莲6品，每一次都让人意想不到，令神珠颤动的人，不会真的是他吧？不会的，他既没有先天圣体，又是末等气土，怎么会出现天道资质呢？是我想多了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看他一副一无所长的样子，我绝不相信他能有天道资质。看，神珠欲动，金莲日出，这还有啊！金莲9品天道资质，没想到人间还有一位与道祖仙子齐肩的人物啊！哟，资质齐肩，已可以惊动半壁仙界，竟然与道祖齐肩，这岂不是让整个三界都为之一振？这天道资质足可以称是第2道祖啊！若是第2道祖之名出自我化羽仙门，从此之后，我化羽仙门便是三界第1大仙门，是无上荣耀啊！小道在此恭迎张仙师入我化羽仙门。张仙师有天道资质，要入仙门，当受我等五体投地之大礼呀！小道子阳恭迎张仙师入我化羽仙门。恭迎张仙师入我化羽仙门。3位仙人跪地相迎。张仙师是一个有天道资质的上人，清雪，快跪下，我们求仙师原谅。哎，不用，真不用。张家主，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哎呀，张天师，你就不要谦虚了。银莲9品为证，3位仙师跪地相迎，这哪里有什么误会呀？有3位仙人，你们快起来吧！你们这一跪，我根本受不起啊！这一跪，你何止受得起啊？能跪天道上仙，是我等何等的荣耀啊！只要您点头入我化羽仙门，仙门上下必以你为尊啊！您入仙门，我们愿拜您为师。仙门掌教真人的位子也让给您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竟是天道资质，整个化羽仙门都匍匐在他的脚下。哎呀，我可以加入你们仙门。真的？但是只要仙师您愿入我化羽仙门，您提什么条件，我们都答应。你们听我说完，我是想说，这9品金莲与我无关。刚才我就说了，神珠失灵测不准的。哎，这神珠吞吐金莲有序，天地间也无大祸突起，这正是验证天道仙资之象啊！我还是不相信，他分明就是来仙门求取修仙功法的一个小童，怎么会有天道之字？我怀疑他分明就是使用了什么障眼法，骗过了我，骗过了各位。依我看，他根本连金莲1品都没有。没错，据我所知，一些小门小派专研障眼之法，流窜各大仙门，骗取修仙之法。放肆！障眼之术骗得过你们，骗不过神珠。没有什么法术能令神珠生出假象。你们还看不出吗？张仙师乃大能神仙下凡，看尽人间疾苦，特来人间体验生活。再敢对张仙师出言不逊，即刻赶下山。此生再不许你张氏涉足仙门半步。连3位仙人都承认了，难道真是我错了？他真的是一位仙姿不显，能带给我张家无上福报的大仙人。所有人都说我有天道仙姿，可师傅却说我是一块朽木，我到底该信谁的呀？小小年纪，这天道资质竟然与道祖齐肩，莫非天下真的有如此修仙的奇才？待我以仙法赐福，试试他的修为到底在何种境界。
什么东西？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到我身体里了。哦，这是老祖赐福，赐你仙力，提升修为。看来你有天道仙资，已得到老祖的认可呀。张仙师若能留下，老祖亲自提点，不消100年，修为境界必与资质平齐，同达天道。赐我仙力，提升修为，可我一点血脉喷张的感觉都没有。我这一支仙力可搬山移海，修士受之必修为大增，我也能有所感应。可是进入他的身体，却如石沉大海，不起波澜。让我再出一指，试他一试。又是老祖赐福？难道是仙门老祖小气，赐的仙法太少？我还是没有什么感觉啊。真是怪杀我也！总是天道自治，我这一支仙力下去，也能试出修为几何？为何在他身上我却全然察觉不到？我再出5、6、7、8、9指。哎呀，3位仙人，麻烦你们告知你们老祖一声，别再赐福了。这点仙力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用。老祖乃仙门的开山鼻祖，至高无上。老祖要为张仙师赐福，我等子也拦不住啊！我好为1000年仙力，居然测不出他的修为。不是他的修为太低，没有品级，就是我的仙力在他面前犹如蚍蜉撼树。真是如此，他的修为岂不是在天道之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道祖修行10万年，都不能突破天道再上一层。他一个道门小童，不过有些修仙天资，总不会超越道祖，突破天道自治吧？这抛卵师兄，混沌神珠这是怎么了？几千年我从来见过如此异动。神珠异动，非祸即福！快和我3人之力稳住神珠，以免神珠落地酿成大祸呀！来，神珠厉害，万国之力，凭你我3人之力，根本就压制不住啊！我快要承受不了了，我也快撑不住了。仙道自治，最高为天道，金莲也只有9朵，这第10朵金莲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一股什么力量，竟然让混沌神珠都经受不住？这是神珠爆裂，化金莲10品呐！金莲10品，师兄是说连混沌神珠都无法承受的天道之上的资质吗？没错，张仙师不是金莲9品天道资质，而是万古第一人，天道之上的资质呀！神珠崩裂，化为第10朵金莲，这天道之上又开一道。如此逆天资质得之，可得半壁仙界，他绝不能为他人所用，必须要为我所得。天道之上的资质，万古第一人，我这金仙资质在他面前不值一文。哼，我不相信，连道主都无法达到的境界，他如何能做到？这金莲是假的，
他根本就不是什么10品金莲，他是障眼法，我这就拆穿你！金莲护体，不可近身，即使天道资质，也做不到如此霸道啊！天道之上，确定无疑。这天道之上的资质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况且连道祖都无法突破的资质，我一个刚入修仙界的新人，怎么可能做得到呀？一定是神珠失灵，出错了。张仙师，你切莫要妄自菲薄呀！如果你有绝顶的天道仙赐，凭2000年的修为，可胜海外呀！等会儿，2000年的修为，谁啊？我啊！2000年的修为，谁啊？我？不是你说你已经2000多岁了，那不就是2000年的修为了？哎呦，张家主，你理解错了，我是说20岁，不是2000岁。什么？20年？张前师，你是说你只有20岁，而不是2000岁？张天师只有20岁。20岁，天道之上仙资质，匪夷所思，简直是仙道奇才呀！20年的修为已经远胜我们1000年修为，咱们还有何脸面自称仙人呢？你们不会都以为我2000岁吧？怎么可能啊！哎，你看看，我这头上一根白头发都没有，一条皱纹都没有，怎么可能2000岁呢？爹，他也叫张毅。他也是20岁，他的手臂上有跟你一样的胎记，他不会是一弟弟吧？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我抱着小姨逃走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臂被一把刀同时划过。如果他的手臂上有和我一样的刀疤，那就确定是小姨无疑了。张家主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什么义弟弟？什么刀疤，什么胎记的？张先生，能否让老朽看一下你的左臂？我这左臂又没有什么异常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张家主，你这胳膊上怎么有一条和我一模一样的刀疤？张家主，你这胳膊上怎么有一条和我一模一样的刀疤？一言难尽呐，可也就是这道伤疤，让我才能确定你就是我多年前丢失的小姨。儿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弟弟，这些年我和爹爹用尽各种办法打听你的下落，终于皇府不负有心人，找到你了。我当了20年的孤儿，和师父相依相靠，今天突然有爹了，有家了。是啊，儿子，时隔20年，我们又重逢了，你不高兴吗？你觉得我应该高兴吗？应该叫你一声爹吗？你想多了，我一点也不高兴。今天这声爹，我也叫不出口。儿子，20年，整整20年，我们又重逢了，你不认我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有父亲，却当了20年的孤儿。我一直想要一个答案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啊？还是说我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当年你要狠心抛下我？小姨，难怪他有逆天修行资质，他就是当年老祖断言为修仙奇才的张家独子啊！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他出生之时天动地颤，有逆天仙资，刚出生就有逆天的资质。老祖当年不愿意见有人能修为境界超越他的存在，但是仙人又不得干预凡尘之事，于是秘密委托江家来动此事，将他杀死在了襁褓之中。没错，本以为他早就死了，
没想到他的命够大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既然他没死，也测出了他的逆天资质，证明了他的身份，老祖会坐视不理，容他走出这仙宴大会。小姨，这其中原委一时说不清楚，我们还是回家，我慢慢给你解释啊。弟弟，你误会爹爹了。当年有人要杀你，爹爹为了保护你，被人砍了10几刀，血几乎流干，晕死过去，才把你弄丢的。什么？被人砍了10几刀？对，你要不信你自己看，刀疤现在还在爹爹身上呢。没错，若不是当年我身受重伤晕死过去，我是不会把人弄丢的。爹，对不起，我当年还以为你是故意抛下我。师父教导我找到亲人，敬之爱之的话，全被我抛之脑后。我真不是人。小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爹我错了啊！这里是仙门，我们不必说话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回家，去他的仙门，我不进了。神州爆裂，仙门大祸，未查清大祸根源，谁都不准走。光临老祖，光临老祖。是谁毁坏了我化羽仙门的万年圣迹混沌神珠？哎，老祖，是他，就是他毁了仙门圣器。回禀老祖，是这位张仙师。他就是仙门老祖，上来就兴师问罪，不会真的是来找我麻烦的吧？哎，你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那神珠明明是自己碎的，你不能怪到我儿子头上。难怪资质如此逆天，原来是他。有时大难不死，这便是天意。活到现在刚好，他的逆天资质可以为我所用，用了他的资质，我的修为便能直通天道境。哎，你个老东西，你就别替他狡辩了。大家都看到神珠爆裂，化作第10朵金莲，就落在他的手上。是你们要我测的呀！测出来10朵金莲，神珠爆裂，还说我有天道以上的资质。我都说了，这不可能的，肯定是神珠出了差错，爆裂消失，这跟我也没有关系啊。哎，张仙师，这混沌神珠明明是因为承受不住您的逆天资质才会爆裂自毁。我等守护神珠已有1000年，这点您不能不认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们都说神珠因我而毁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那你们想怎么样？怎么办？依照神珠，等价值赔偿。神珠不嫁，这小子10条命也抵不上一颗混沌神珠。老祖是故意刁难，这小子今天休想全身而退。20年前让他捡回了1条命，今日老祖亲自动手，看他怎么死。这神珠我来赔，我张家屯有黄金万斤，珍宝无数，全部献给仙门，如何？哼，神珠乃是上古圣物，岂能等同于凡俗金钱？只能用同等价值的仙道圣物来赔。若没有，今天你们张家之人一个也休想离开化羽仙门。老祖，你明知化羽仙门之中只有混沌神珠这一件上古神器，你这分明是刁难。哎呀，老祖动怒，除非张仙师有到天宫借得宝物的本事，否则难平老祖之怒啊！你要上古神器，我拿不出来。我这里只有一把自己炼制的兵器。张仙师不可妄言，这
这一把柴刀怎可和神珠相比？这不是拉低了神珠的价值吗？弟弟，赔偿的事我和爹爹想办法，你快把这刀扔了，别给别人留下诟病的把柄。扔掉？为什么要扔掉呀？下山的时候师傅给我的东西不多了，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呢。小子，你能别吹牛逼了行不？不就是把破柴刀吗？山下铁匠铺里有的是。你是当我们眼瞎，还是当老祖不识俗物啊？老祖，我看此人就是来仙门捣乱的。他若赔不起，就要了他的命，以祭神珠。谁说我是来捣乱的呀？我下山的时候，师傅特意叮嘱，说我这把刀就是给10座金山都不换。我想价值应该不比你们那个混沌神珠差。给，你们要不要？哎，这张天师，你不能仗着自己资质逆天就放肆无度吧？啊！哎呀，今日这事啊，过分了，过分了啊！哎，我倒是想看看这逆天资质的修仙奇才练出的刀有何金贵之处。江少廷，仙门已准许你为入门弟子，拿刀拿来我看看。是。对，切，不就是一把破？切，不就是一把破？江少廷，不过一把柴刀而已，你何故有此举动？一把刀而已，怎么会这么重啊？少廷啊，你可是能扛起千斤顶的人啊，怎么能当着几位仙人的面，这就拿不起一把刀呢？这把刀好像有万斤之重，我这张手只能撼动千斤之力，我确实是拿不起来。几万斤重？江少廷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这把刀是我亲自打的，重7斤8两，怎么可能有你说的那么重？江少廷，张毅的资质远超于你，你心里不舒服，所以才用这招。你先激怒老祖，迁怒张毅，是不是啊？江少廷，你竟是如此卑鄙的小人，我还想着跟你双修，真是恶心死我了。江少廷，你少故弄玄虚，快把张岩石的窄刀给我拿过来。3位仙人，好，我拿。要么是幻觉，要么是他耍了把戏。这次我集全身之力，我就不信拿不动你的破柴刀。江少廷，一把刀而已，没必要演得那么像吧？拿好了。这位仙人呐，这刀是被他做了手脚，害我当众出丑，有辱仙门之威，还请仙人替我出气，灭了他！喂，江少廷，你演戏演上瘾了吧？我都说了，这把刀7斤8两重，你别告诉我你拿不起来。江少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3位真人，这刀有古怪，一定是被他做了什么手脚，我拿不动啊！本以为你修行根基稳健，能成为我仙门上乘弟子，没想到连把刀都拿不起来。起开！这刀看似破破烂烂，怎么这么重？难不成这把刀真有万斤之重，连我仙门真人都拿得不起？仙姑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这刀小易轻而易举就拿起来的，它没有那么重啊。这刀虽然重，还没到拿不起的地步。
三位真人，你们现在相信我了吧？这刀一定是被他施了什么手段。看仙人的样子，不像是装的呀。难道这些仙人真的连7斤8两的刀都拿不起来？这把刀真的很轻啊！几位仙人，要不你们再试试？我仙门威名不能被一把刀给毁了，我倒要看看这把刀藏了什么把戏。仙人，我说他们还不相信，你来告诉他们，到底是不是那么轻？坏了，这刀真的有凡间之重啊！坏了，这刀真的有凡间之重啊！白石之人的面色不太对，莫非这把菜刀真的有什么玄妙？仙人，这刀你已经拿起来了，你来告诉他们，我有没有说谎？你觉得这刀重吗？这刀很轻，一点都不重，在我手里轻如鸿毛。江少廷，你都听到了吧？白石真人都说了，这刀很轻，你这装腔作势的把戏被拆穿了。我没有撒谎，老祖，你要相信我，真的是他在戏耍仙门呐！是真是假，有何玄妙？把刀呈上来，我一看便知。白石真人，来，把刀呈上来。是。这刀真的重如高山，我快要撑不住了。仙人，你刚刚不是还说这把刀很轻的吗？哦，你是在配合他们演戏，想要陷害我是不是？胡说八道！我华宇仙门3位掌教真人光明磊落，岂会做这种阿杂之事？老祖，子阳师兄，这下你们相信我了吧？此刀若不真是神器所化，必是高人施了法术。我等破解不开。正义日，你快把这刀拿开，会压死我了！小易，你快把刀拿走，别把新人压坏了。师傅说过，只有通天彻地的大法宝才会散出七彩迷雾。难不成我随手练成的砍柴刀是媲美混沌神族的大法宝？还不起来！他的资质虽然逆天，但是他的修为境界只是仙门小童，对他成何体统？这刀可称神器，若是他随手一练而成，那他的修为境界绝非小童。那我也来试试你这把刀到底几斤几两。看，这把刀多半是被高人动过手脚。你们3人修为相当，还是我来吧。老祖小心，这刀当真古怪的很，不可小视。哼，这把刀，它就算是被仙人加持，它也不过是一件死物，我还怕它不成？老祖，他们拿不起这把刀，是不是因为这刀身上有一层七彩迷雾啊？哪有七彩迷雾？我看到的只是锈迹斑斑。你少在这里蛊惑人心！我没有胡说呀，这刀身上面明明有一层七彩迷雾的，你们看不到吗？哎呀，没有。哪有什么七彩迷雾啊？不说八道！哎，小子，老祖要看你刀，就乖乖的送上去，少在这拖延时间。有什么用？不管你对这把刀施了什么手脚，都逃不过老祖的法眼。只有仙道神器才会有七彩迷雾傍身，而只有大罗圣境及以上者才能一眼识破。你是觉得我的修为境界不如你吗？来，把这把破刀给我。哎呀，张仙师，也许今天在现场人之中，你的资质最高，但要比修为嘛，还是我们老祖最高。狂妄无度，不知所为，我就灭一灭你的威风。拿过来！大概是我出现幻觉了吧？一
一把柴刀怎么可能是仙道神器呢？给。这破柴刀不像是有人使了仙术，却重比高山，难不成真的是遗落尘埃里的仙道神器？老祖，你怎么一副很吃力的样子？你不会也想说这刀力重万斤吧？这老祖是怎么了？莫非这刀真是重的，连老祖也拿不起来了吗？老祖，需不需要我们帮忙？不能让这小子看出来我拿不动的样子，否则这脸面尽失啊！不用，一把破刀要几斤几两？看到了吗？不管你施了什么法术，都被老祖给破解了。你还是乖乖的用你的命来尝混沌神珠吧。不愧是仙门老祖啊！修为就是在我们100倍之上，很轻松就提起这把刀了。这刀怎么越来越重了？我也快要坚持不住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祖，你不是说这把刀很轻吗？那你手抖什么呀？我的手没抖，这把刀轻得很，你感觉我像是拿着很重的样子吗？不像，一点都不像。撑不住了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不能丢我身为仙门老祖的脸面，我想个办法。老祖额头冒汗，手臂微颤，这可不像是很轻松的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光这只手能拿，我另一只手我也能拿。哎呀，老祖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怎么给一个小辈儿跪下了？这还跪得这么工整？可是老祖，你别给我跪下呀！你几万年的仙灵，我才20岁，我受不起啊！老祖，您的身份就是整个仙门的脸面，您这一跪，便是整个仙门都跪了呀。这3界之内，能受我一跪的，除了天上的大神仙，也只有天道神器了。仙道神器？可这里除了自毁的混沌神珠以外，哪里还有什么仙道神器呢？老祖口中所说的仙道神器，莫非就是这把柴刀？没错，神器不显，但确有仙力。这把刀可以作为混沌珠的赔偿。太好了，混沌神珠赔偿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小易，太好了，咱们走吧。这个仙门不过如此，回头爹给你找一个更好的仙门修炼啊！站住！这把刀可以作为神珠的赔偿，但还不够，你必须再拿出来一件神器才行。再要一把神器，可我除了这把刀，身上就剩这2本魂书了，你们要不要？哎呀，张仙师，不可胡闹！老祖之所以有今天的修为，全靠数万年来保持童子之身，不近女色。那这是我身上唯一的东西了，你们不要，那你们想要我赔偿什么呀？还有你的逆天资质，我若能得到你的资质，就能直接踏入天道境，修复神珠。看来老祖终于要出手了。老祖若是吸收了他的资质，那这世界上可就没有人有能突破天道境的可能了。也许老祖是对的，没人突破天道境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少了一重境界，就少了一重压在仙门头顶的大山呀！你要我的资质？师父跟我说过，资质是一个人的神识慧根。要是把我的资质给了你，那我岂不是无实无慧，这辈子又痴又傻？不行不行，这个条件我不答应。老祖，你身为仙门之首，你怎么能想出如此阴毒下作的办法呢？
我们寻了他20年，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，我们张氏满门不允许你们人动他。你们看清楚，这里可是话语仙门，你们是去是留，是生是死，你们说了不算，老祖说了才算。你们不是说我有逆天的资质吗？那这里岂不是没有人是我的对手？那我们要走，你们谁能拦住我们？哼，你虽然资质逆天，但是你也得有时间修炼才能提升境界呀。可你现在呢，境界低下，不用我出手，随便叫一名弟子，让你走不出这道门。若是阎王武装观助他一臂之力，你们这道门还拦得住吗？奉家师之命，张毅张仙师，我武装观保了。万寿山武装观圣女，她怎么来了？没听师父说起过，这玉京山与武装观还有交情啊？这个小童要毁我仙门神器混沌神珠，怎么？你武装观要施压人为他出头？自他下山之后，便是我武装观的。你要动他，家师正元子，吾万寿山圣女不答应。小姨，你什么时候拜师武装观做了镇元大仙的弟子啊？我没有。这位圣女姐姐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从来没去过万寿山。难道你下山时，你师父没有告诉你，你有一份婚书，便是与我万寿山圣女吗？万寿山武装观圣女，哎，真的是你？我此次下山也是受家师所托，请你回武装观，一是为了你我二人成婚之事，二是家师身体抱恙，要请你到观中炼制天元金丹，为家师疗养身体。坏！镇元子号称地仙之祖，武装观又远在话语仙门之上，有武装观保着他，今天怕是难把这个小子给留下来了。垂涎万寿仙家腹地已久，以钉头七剑书暗咒镇元子，10天内必亡。如今已过4天，镇元子想必已经元气大伤，我已无需惧他。不行，他谁也带不走。他毁了我们的仙门圣器混沌神珠，留下他的资质赔偿才行。与家师镇元子相比，你不过是一个小小仙门之内的仙师而已，也敢忤逆家师的意思？镇元大仙要人，就让他亲自来。若镇元大仙亲临，那我自会放人。镇元大仙不能亲至，我落花洞洞主向你要人可否？落花洞未经通报，不请自来，还望老祖勿怪。刚来了个武装观，现在又来了个落花洞，歪门邪道都来了。今天啊，话语仙门可真是热闹。落花洞用毒于无形，无孔不入。你嘴巴不干净，今日毒哑了你，就算给你点小惩罚吧。洞主大人，我们错了，再也不敢了，求你把解药给我们吧，求你了。自行回去用金枝灌洗3日，方可解毒。落花洞女怎么也来了？听口气好像也是为我而来的，难道师父给我的另一份婚书就是与他的？落花洞主亲自来我话语仙门，也是为了他？没错，20年前玉京山与我落花洞有婚书，待他弱冠之年便与我完婚。我今日来此仙门，便是来接我的未婚夫，与我回落花洞
完婚。一个武装观，一个落花洞，碰在一起了，这可叫我如何选择呀？老祖，镇元大仙法力无边，连天地都要敬重的3分，我们不可恕他为提的。这落花洞用毒无形，3界之内无人敢惹，咱们也不可与他交恶呀。我看还是放人吧。既然武装观、落花洞都来要人，那这个面子我不能不给。那么这个小子到底是去武装观还是落花洞？那你们自行抉择吧。武装观圣女，他是我的未婚夫，你的手拉错人了。张仪他与我也有婚书，我跟他也有婚约，现在就叫未婚夫，未免太早了吧？武装观啊，规矩繁多，处处约束。哎，哪里有落花洞来的自在呀？咱们在那儿啊，可以做一对快活夫妻。我想你会选落花洞的，对吗？武装观也好，落花洞也好，只是恐怕今天这个事儿我还做不了主。不是他做不了主，是他不会娶你们的。他要娶的人是我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娶你了？我现在已经够乱的了，你别给我添乱了，行不行？我曾经发过誓，3年内只要找到你，必嫁给你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娶我？我没有不愿意，只是师父给我定下的这2桩婚约，我还没想好怎么解决呢。哎呀，你就别婆婆妈妈的了，我是你爹，所以说这事儿我来做主。你把他们俩的婚约都退了，然后回去跟晴雪结婚。不行，我乃武装观圣女，婚姻大事岂可如此草率？就算婚约作废，也要面过我家师镇元大仙商议再定。哼，我落花洞睚眦必报，你胆敢毁了我落花洞的婚约，我只能说，我得不到，宁可毁掉。我落花洞主武装观圣女，还有这个大小姐，你只能选一个。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！此毒致命哦，你想好了，选他们还是选我？他可是我张家的独苗，他的婚事我做主，他只能娶晴雪。不行，家师仙体不适，急等张仪炼丹疗伤，今天他必须跟我走。不行，我落花洞9族18寨已经齐聚，只为参加我们的婚礼，落花洞颜面不能丢，你必须跟我回去。我找了他20年，好不容易找到他，我不会让你们带走他的，他必须跟我走。选我走！你们哎呀，你们别吵了。婚约之事暂且搁置。我既然找到家人，就应当祭拜先祖，认祖归宗。明日我就去武装观。镇元大仙有伤，刻不容缓。至于婚约，等这2件事都完成以后，我会请师父下山。至于娶谁，我会请师父下山，一同定夺。同意。向你丹术借我顶头七剑书，救下镇元子，妄想前往武装观的丹石钥匙都是我的人。至于这个自知逆天的小子，待我用顶头七剑书废了他，我看他如何救人。晴雪姐姐，你穿那么少干什么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！论姿色，我不比圣女和斗女差，但论仙道，我比不上他们，所以公平竞争，我胜算很低啊。我要娶谁都还没定呢，
最终还要请师傅裁定，你急什么呀？不行，我答应过爹爹要嫁给你，报养育之恩，哪怕你与他们只有1%的可能。那也不行啊！你万一被师傅知道，我还没跟他们两家解除婚约，就与你破身双修的话，他一定会打断我的腿的。我觉得没事，只要我们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们就会知难而退，放弃你。可武庄观和落花洞丢了颜面，他们肯定不会是这么甘休的。没事，他们要是有怒气撒在我身上好了。不行！若是因为我一个人的悔婚牵连玉金山，那师傅的名声不就被我给毁了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张毅，受我钉头七剑书第一听，心火焚身。还好我练过静心咒，这小小的诱惑还不能让我乱了分寸。我的静心咒怎么不管用了？血气下行，五指冲胀，我的静心咒不管用了！我要控制不住了！血气下行，五指冲胀，我的静心咒不管用了！我要控制不住了！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倒很诚实。姐姐给你。糟了，脱身了！待我给你气定加身，按咒继承，小子，你活不过7日。我的钉头七剑书，天道境的仙人都能杀得。你小子资质逆天，修为却不高，杀你轻而易举。钉头七剑书自毁，不伤他分毫，莫非他的修为境界已超越天道？哇，这就是武装观啊！一会儿可不能让他们圣女看见我已破身。来人可是玉京山赵仙师之徒张毅小友。小友？看你们俩这年纪，不应该叫我小友，应该叫我哥哥。若论辈分，你师父赵仙师来此，我们也只尊他一声赵师兄。叫你一声小友已是抬举，若真算起年龄来，你理当叫我二人一声师叔才是。年龄不大，口气不小，敢与我师父论师兄弟，你们可知我师父玉京山仙人有多少年的仙了？说出其灵，吓汝一跳。年龄不大，口气不小，敢与我师父论师兄弟，你们可知我师父玉京山仙人有多少年的仙灵？说出其灵，吓汝一跳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他老人家坐镇玉京山修行，已经足足有3万年的仙灵，而我呢，也20有1。瞧你们的样子，不过16、17、8，这么装大，你们师父知道。16、17、8，你可知本童子我已有1320岁了。本仙童比师兄晚生100年，今时已有1200多岁了。你有1320岁，你有1200岁。我二人还是这仙观里48名弟子中年龄最小。若不信，有仙籍可查，或去问你师父。师父说过，神仙府邸，即使是守门奴，仙灵多半也高于他们这些人间散仙，更何况是镇元大仙的徒弟呢？我居然给忘了。换你小友不是，那便换你仙师。家师镇元子身体抱恙，圣女师姐特派我二人在此恭候仙师。我听说三清是你们师父的朋友，四弟是他的故人，九曜是他的晚辈，元辰是他的下宾。你们师父都这么厉害了，这世间还有什么手段能伤到他呀？若是明枪，自然不怕；可是暗箭，防不胜防。家师断言，是上古咒术钉头七剑书，以咒术施法，杀人于无形的钉头七剑书。没错，不过师父已找到克制之法，
炼制天元金丹可解此咒。可武装观并不善于丹术，于是请仙师与各路丹师来观中炼丹。师姐特命我二人在人参果树下等候，请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参果呀！以前只听师傅提起过，说此果啊，以死扶伤，益寿延年，是媲美天庭蟠桃的神仙果子。没错，混沌初分，鸿蒙始判，天地未开之际，便产出了这颗灵根，在此地开花结果，唤作草还丹，又名人参果。这人参果树啊，3000年一开花，3000年一结果，再3000年才得以成熟，短头10000年方能吃得。人若有缘啊，这人参果闻一闻，能活360岁，吃一个呀，可活47000年。闻一闻能活360岁，吃一颗可活47000年，这不是神仙也胜过神仙啊！师傅说了，今日若是有哪位仙师可以炼出天元金丹，便赐他一份人参果。凡人食之，可入仙道；仙人食之，修为倍。师傅上千年的修为停滞不前，我若是能带回一颗人参果给他尝尝鲜，他一定高兴死了。对了，圣女师姐说过，来人一定要是玉京山赵仙师之徒。我们只问了一句，他也只答了一句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就是师姐口中那位有着天道境修为的张毅。师兄机智，看来咱们得试他一试，莫要认错了人呐。二位仙头，给镇元大仙炼制天元金丹要紧，还是赶紧把你们家圣女请出来，咱们炼制金丹。圣女师姐去见其他丹师了，稍后便到。对了，师父和圣女师姐都说玉京山赵仙师之徒张毅修仙奇才，修为已达天道境，不如你展示来看，让我二人开开眼。在化羽仙门，神珠失灵测出天道以上的资质，就已经解释不清了。他们又要我展示天道修为，我根本就没有怎么给他们展示啊！张仙师，为何还不展示？是这地方太小，施展不开，还是说你这天道境的修为都是吹嘘？仙童说对了，我被师父赶下山的时候，连炼气期都没有突破呢，怎么可能会有天道境的修为呢？什么？搞错了！你不是圣女师姐让我们找的张仙师？哼，好一个装模作样的骗子，将我二人骗入这人参果园，定是想偷仙家异宝。师兄，将此人赶出庄观！敢在万寿山武庄观行骗，看我不把你打得皮开肉绽，再扔出去！哎，二位仙童，你们误会了，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呀！小骗子，你还想再说什么？玉京山赵玄一是我师父，我也是你们口中所说的张毅，但是我有天道境的修为，这是谣传。什么？谣传？这明明是玉京山赵仙师亲自传信告诉我师父他老人家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一定是镇元大仙看错了。我要是有天道境的修为，怎么可能被师父赶下山呢？师父常说，做人谦虚，修为越高之人越不轻易展露本事。你是说，他要真是师父所说的张毅，便是在隐藏实力，不想向我人展示？不如用师父的法宝捆仙绳试他一试，是不是天道境？不如用师父的法宝捆仙绳试他一试，是不是天道境？捆仙绳困不住天道境大神，若他能够轻松走脱，就说明他是有天道境的修。二位仙童，若是你们还不相信，自可派人去玉京山请我师父，他会为我作证的。玉京山距此何止千里，纵使腾云驾雾，来回也要1天脚程。倒不如先将你抓了，等待师父回来，明辨身份再做定夺，岂不是更简单？我可是镇元大仙请过来的客人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。你若真是师父请的张仙师，我二人自当认放，给你赔礼道歉。可你若是骗子，我二人绑了你，便是护元之功，师父定会奖赏我二人。亏你们二人还有1000年仙灵，真假不辨，是非不分，败坏镇元大仙的名声。有你们2个做弟子，真是大仙的福气。所以你这么说，这捆仙绳绝非等闲之物。你若真有天道境界，这绳子便可轻易挣脱；你若没有，是个骗子，这绳子你越挣扎只会越紧，直至最后气绝身亡。你若现在就能挣脱捆仙绳，我们就信你。
我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没有天道境的修为，你们让我怎么证？这绳子怎么突然松了？难道是这俩仙童本事不到家，没捆紧？师傅要请的客人绝非等闲之辈，你若不能挣脱，便是假冒，被勒死也是活该。就让他在这儿被捆仙绳勒死吧。师兄，我们走。捆了这么久，他还是没有施展修为挣脱束缚，看来真的不是师傅要我们等的人。师兄，吓他一下就行了。若真的在庄观里出了人命，师傅定会责罚。还是收了捆仙绳，把他赶出庄观吧。我的捆仙绳！二位仙童，如果我说我都没用力，这捆仙绳它自己就断掉了，相信吗？你撒谎！这捆仙绳乃仙家法器，坚固无比。你若没有天道境修为，怎么可能将它挣断呀？你有天道境本事，明明挣脱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把捆仙绳弄断？真的，我就使了那么一点点劲儿，它就断掉了。捆仙绳被挣断，师傅和师姐知道，一定会重重责罚我的。庄观乃清净之地，何故如此喧哗？师姐，都是他张毅隐瞒修为不说，我与师兄便用捆仙绳试他一试。可他不仅诚心捉弄二人，还将师傅的仙家法宝捆仙绳给弄断了。明明是你们说的，这捆仙绳只有天道境才能挣脱，那我的修为这么低，怎么可能挣得脱嘛？一定是你拿错了，这根本就不是捆仙绳。张仙师今日乃我武庄观座上宾，一根捆仙绳断就断了，我武庄观不与你计较。可是你不该隐瞒修为，造成这样的误会。隐瞒修为？我真的没有。我在玉京山上打了我师父一拳，师父只当是挠痒，还说我的拳头绵软无力，半点仙姿都没有呢。这不可能。赵仙师千里传信，说你如今已经修至天道境界，丹术仙术无所不能，否则我也不会亲自下山将你请来。师父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把我的本事吹得这么大，这不是害我吗？那你跟你师父肯定有一个人在说谎，说谎的肯定不是我。我的修为那么低，有几斤几两，我自己还不清楚。你附身了！你说过要征得师父同意，再三选其一择肉成婚，可是现在你居然……果然，你的嘴里没有一句实话。说谎的人找到了，不是赵仙师，而是你。圣女姐姐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是这件事它发生的太快了。罢了，我堂堂圣女岂会嫁给一个不洁之人？你我退婚。炼出天元金丹是你向武庄观赔罪的唯一方式，若炼不出，为庄观、玉金山绝交，我必踏碎你玉金山门。若是比武力修为，我没有把握。可这炼丹是我的拿手好戏啊！好，一言为定。得镇元大仙邀请，我等二人星夜兼程，不敢耽误，终于没误了这炼丹大会。两位前辈一路辛苦，若能助我武庄观炼出这天元金丹，家师镇元子定有重谢。圣女客气了，我们与镇元大仙乃地仙同宗，应该的。我听说，除了我二人之外，武庄观还邀请了一位丹道高人来观中炼丹。是不是炼丹高人不一定，但一定是一个满嘴谎言登徒子。要不是家师有缘在先，一定要请他来观中炼丹，我们早就把他给赶出去了。哎，二位仙童，你们师父请我来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万一这丹真被我给炼出来了，镇元大仙请来的奇人异士，不会就是他吧？没错，家师请的就是他。据说他精通炼丹之术，曾在玉君山炼出了9转金丹。什么？就他？弱冠之年能炼出9转金丹，怕是狂言妄语吧？我在老君宫中修1000年丹道，这方才炼出9转金丹。他富足100年道行，不可信，不可信呐！
我也觉得此人满嘴浮夸虚假，一句真话都没有。说会炼丹，估计就是想保住一时性命。哼，且看他炼不出丹来，师姐该如何惩治他？你们爱信不信，等我能炼出医治你们师傅的金丹，你们自会相信这传言是真的。真与不真，口说无凭。丹炉在此，谁有丹道真本事，谁在空话连篇，利剑分晓。这炉中有3颗5成炼化的仙丹，这就是让我们炼的天元金丹吧？没错，天元金丹家师已炼5成，未炼化的5成，3成为丹药之引，2成为丹药之心。家师说过，这人参果树上的人参果，就是这炼丹的丹药之引，而各位丹师的炼丹秘方，就是丹药之心。这人参果就在树上。需要几位施展各自本领才能摘得。我记得这人参果乃是地仙灵物，与五行相位，遇金而落，遇木而枯，遇水而化，遇火而焦，遇土而入。想摘这人参果，得用金鸡子。人参果是遇金而落，可这触碰过金气的果子，仙气有失，做不得丹药之引，须得徒手摘得。这不用金器徒手摘果，这可是闻所未闻啊！家师说过，修仙之人，修为境界达到一定高度，便可玉气为金，手掌玉气胜过金气，以手敲击人参果也可摘得。玉气为金，师傅说过，这是大罗圣境的修为才能做到，我这双手还差得远呢。好，我先来。我修道3500年，这双手可开山劈石，丝毫不逊金器，定能敲下这人参果来。好，也让那些满嘴空话的小子看看，炼丹靠的是大修为真本事，不是几句口说无凭的空话。张毅，2位前辈一旦摘得人参果，便已成功过半。待炼出天元金丹，你对武装观再无作用之时，我跟你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我虽摘不下这树上的果子，可你凭什么断定我炼不出这炉里的金丹呢？你摘不下这人参果，你拿什么炼丹？你自己跳进这丹炉当药引吗？他能当什么药引？就算他跳进了炼丹炉，炼出的也是一颗废丹。哼，哪还有他炼丹的机会？待我摘下这人参果，天元金丹一刻即成。人参果，落！奇怪，按道理说，以昆仑丹师的修为，玉气为金不成问题，怎么打不落这人参果呢？道兄，这人参果树乃天地灵根生成所化，你不用尽全力，恐怕是打不下来呀。嘿，给我落！昆仑仙师，你修炼了几千年，应该早已到了玉气为金的地步，为何还是打不下这人参果？不是我修为不够高深，是这人参果就根本没熟，我才打不下来。这人参果树从开花到结果，历时1万年，熟与没熟，镇元大仙能不知道吗？若是没熟，镇元大仙还叫我们来干嘛呀？哎，小子，你是说我修为不够，打不下这果子是吗？那你来，你若是能打下这果子来，我就拉下这张老脸，尊称你一声仙师前辈。哎，别，我没说我能够打下来，你的修为都打不下来，那我这上不得台面的三脚猫功夫就更别提了。那你废什么话？道兄，你没有打下人参果丢下的面子，我替你找回来。等我打下这人参果，我看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让开！
神力出，仙果落，给我落！神力出，仙果落，给我落！我落！白眉道兄，好神力！仅凭2指神力就撼动整棵人参果树，这人参果要掉下来了！芈月，准备单盘锦帕接人参果。白眉真人，我看这人参果也没有要掉的意思，要不你再出2指？好，我就再出2指，这人参果必落，接好了。白眉真人，你的神力怕是还不够将这果子打下来的。唉，2位丹道前辈都打不下人参果，那就没有可以炼丹的药引。看来今天这丹药炼不成喽。2位丹道前辈都打不住人参果，不是还有你吗？你不是吹嘘有能炼出天元金丹的本事，那打下1颗人参果应该不在话下吧？没错，今日我与白眉道兄运气不佳，让你看了笑话。既然你说你能炼出天元金丹，那也是丹道高人，其修为与境界肯定不在我们之下。哼！你打下1颗人参果，让我等开开眼。你们2位几千年修为境界的神仙都打不下来，我一个刚入修仙界的后生晚辈就更打不下来了。我就不打了，多此一举。不行，摘不下人参果就炼不成丹药。你师父说你有天道修为，那摘下人参果的可能总归比2位前辈要多得多。正好我也想证明一下，你是否真的有天道境血。什么天道境界啊？就他？我听过狂话，可这么狂的话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到。自盘古开天至今，也只有道祖有天道境修为。你一个修仙界的蝼蚁爬虫，也敢自称是天道境修为，与道祖齐肩。若不是在这武装观，我定只手劈了你，以正仙道之风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有什么大修为，一定是我师父说错了，或者是你们听错了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你说的话是真是假？摘人参果一看便知。没听见圣女师姐的话吗？摘！少啰嗦！摘！到时候我摘不下来，你们就死心了。我就说了，我这么点修为根本做不到玉器为金，这下你们死心了吧？原来你师父赵仙师也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的骗子。现在看来，与你退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真不知道师父把他请到观中是怎么想的。他说有炼丹的本领，也是满嘴谎话，干脆将他打下山。哦，快看，人参果，他把人参果打下来了。他们2个几千年道行的地仙都打不下这人参果，我轻轻一敲就掉了。难道师父以前都是骗我的？我真的有大罗圣境之上，直奔天道境的修为？人参果遇土而入，快把它捡起来！哦，哎，这一棵树1万年才结30个果子，你明明打掉了，却白白浪费了。无妨，虽然丢了1颗果子，却验出了1位天道境仙人。天元金丹炼出有望，师父声誉有望。这轻轻一敲就能摘下人参果，他年纪轻轻，难道他的修为已经远超你我啊？不可能！依我看，这果子掉下来跟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。刚才的果子明明是他一敲才掉下来的，白眉仙师怎么说和他没有关系？这颗人参果受到昆仑道友2击，又受到我2指神力，
他已经都摇摇欲坠了。等他过来，轻轻这么一敲，他自然就掉落了。所以啊，这颗人参果掉落的功劳，那不属于他。白眉大师说的有道理，我也觉得这人参果不是我打下来的。要证明这颗果子到底是不是你打的，也很简单，你再打一颗。也好，那我就再打一颗。若是还能打落一颗，就证明师傅的话是骗我的。回去一定要找师傅问个清楚。好，那就再来一次。刚才只不过是他运气好，选了一个即将掉下来的果子。这次我保准他打不下来。哼，若他这种仙道末流的小辈都能打下人参果，那你我那不是白修炼了几千年呢？神珠自毁，化10品金莲，虽不可信，可敲下人参果是实实在在的呀。不敢说我一定有天道修为，可一定不是师傅说的那样，修为莫道。这次回山一定要好好问问师傅。两位前辈，你们这几千年是不是白活我不知道，可这人参果我可是敲下来了。圣女说你有天道境升为，我本还不信，现在看来眼见为实啊！小仙拜见天道大神。道叔，等一下，不能仅凭他打下一颗人参果就断定他是天道境大神。道兄，怎么说？人参果遇金而落，拿一件金器就能打落，难道这金器也有天道境修为？前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张毅敲下人参果作弊用了金器？金器？我这浑身上下连一块铁片都没有，哪来的金器啊？据说有些修仙门派自有金水玉身，以金炼体，虽然修为不高，也能修成身体属金的属性。随后敲击人参果，也能敲出金器的效果。我怀疑他就是这种歪门邪道门派出身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你这种虚假的天道境大神，我不认啊！金水玉身，以金炼体，随你们怎么说吧，反正我又不是来比修为的。为镇元大仙炼完金丹，我就下山了。人参果已经有了，咱们开始炼丹吧。好，若你身体属性为金，敲打下来的人参果便不能炼成天元金丹，则证明两位前辈所言非虚。若我能炼成呢？如果你能炼成，则证明你的确是天道境大神。我便不再追究你的悔婚之事，还可嫁你。你若真是天道境大神，我二位愿自降身份，供奉你为上仙。好。人参果已入丹炉，3颗金丹，谁能炼成？二位前辈，你们先请班。虽说我二人未能打下人参果，但若论炼丹，我二人可是得兜率宫老君的认可，为丹道大成之人。你是比不过的。这天元金丹由我亲自炼制，必能大成。你没机会了。我若是你，早就找个机会灰溜溜下山去了。留在这里，那最后只能承受仙门之怒。两位仙人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刚刚我敲下人参果之前，你们好像也是这么说的。结果呢？好，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人参果丹药之饮已有，以我师门珍藏万年龙胆石为丹药之心，此丹可成。是万年龙胆石，据说其价值与人参果无异，舔一舔能活36000岁，尝一颗可以直上33重天。这3界之中只有9颗，有它做丹药之心，这金丹炼成大有希望呀！
这么稀罕的物件，若是撒向人间，可免100年一击，救万民性命。用来炼丹，太糟蹋了。目光短浅，不知所谓。万民性命能与镇元大仙的安危相提并论吗？话语仙门老祖叮嘱，不能叫镇元子康复。我在这黑龙胆里加了3分毒，既能炼制天元金丹，又叫他们看不出。镇元大仙一倒，这万寿山福地也有我一份儿。这颅内之丹怎么带着毒气？难道是这老道的龙胆石有毒？道兄，火候已到，开炉请丹吧。精神供血祭，4相会中庭，取他坎位时，点我离为阴。开！金丹出炉，神光漫天，天元金丹要成了！打下一颗人参果，你确实小有本事，可这小本事能与炼成神丹相提并论吗？这虽然只有半颗，但它是货真价实的天元金丹。烦请圣女和2位仙童呈送镇元大仙。不行，这金丹残缺不全，隐隐还有毒气散发，算不得天元金丹，绝对不能拿给镇元大仙。有毒？胡说八道！这金丹虽然只有半颗，但是以人参果为引，龙胆石为心，是货真价实的神丹啊！他阻止送给镇元大仙，没安什么好心。既然你说你炼制的金丹没毒，那你当着圣女和2位仙童的面把它给吃了，自证清白。这金丹弥足珍贵，配以人参果、龙胆石等无数神药，只有镇元大仙才配享用。我吃了它，岂不是对镇元大仙的不敬？你是不能吃，还是心里有鬼，不敢吃呀？昆仑道兄乃是昆仑仙人，高风亮节，况且对镇元大仙那是礼敬有加，岂会做出如此下三滥的事情？你说这种话是在挑拨昆仑仙门与武庄观的关系吗？这金丹有没有毒，镇元大仙吃与不吃，你们我说了都不算。圣女在此，慧眼如炬，自有裁定。师姐，师父贵体不容有失啊，不如将这3颗金丹全部炼出，再选出1颗最上乘的呈送师父。好，就依明月，待3颗金丹全部炼出，呈送师父面前，哪个吃得，哪个吃不得，谁真心真意，谁虚情假意，师父自会甄选，善恶立见分晓。小子，你坏我昆仑仙门与武庄观的仙缘，这个仇我记下了，绝不罢休。你一个人的事儿，不要牵扯到整个昆仑仙门。我相信昆仑仙门也不会加害镇元大仙，你嘛，可就不一定了。哼，清者自清，等你炼不出这颅内金丹时，看你如何狡辩。道兄勿急，与这小童争论，自降身份。待我炼出天元金丹，一同面见镇元大仙，悉数列举这小子无尽仙道、无尽大仙之罪，看大仙如何收拾。九一道兄，不
知我哪一步出了破绽，就被他看出这丹有毒。能不能完成化羽仙门老祖的嘱托，就靠道兄你了。放心，天元金丹不是凡物，他一定炼化不出。待他炼丹失败，我在丹中加入秘制毒方，到时你我各持一粒。无论镇元子如何选，他都难逃此劫。无论镇元子如何选，他都难逃此劫。白眉真人，以僧豪言3界之内没有你炼不出的丹药，看来这天元金丹还是要仰仗您了，请吧。圣女放心，若炼不出这天元金丹，我愿自废修为，从此不入仙道。白眉真人，你曾在老君门下听讲丹道，此次炼丹的炼丹之心也是不俗之物吧？没错，我带的至宝比昆仑道兄的龙胆石可称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此乃上古凤血，堪称神药，可医死人肉白骨，3界少有。活凤饮血，100年才饮10滴，1万年才攒这么一小瓶儿，稀罕物啊！拿来炼丹，糟蹋。你住口！镇元大仙乃地仙之祖，这等稀罕物也只有大仙才有资格享用。这凤血不洁，暗含毒物，莫非这2个老道士串通一气，不是来为镇元大仙炼丹，而是来害他的？他们要对镇元大仙不利，不能让这颗金丹出炉。可是怎么办呢？我这炉中金丹已成，只需静待片刻，金丹融合，自会显现。有了，就这么办。我看未必，这凤血属阴，冷寒之物；金丹属阳，炙热之物。2者融合，冷热交替，估计你这丹出炉啊，也是一个半成。胡说八道！我数次炼丹用到凤血丹品，都是一蹴而就，岂会出现半成品？那你用凤血炼的丹是天元金丹吗？你也说过，这天元金丹世间罕有，仙界也不过寥寥几个。老君炼丹尚且成功小半，失败大半，你怎么这么有自信？我是不忍心看你糟蹋了这好东西，炼出一颗废丹，所以才出言提醒的。这炉内火候不够，欲成金丹还需要再添一把火。道兄，我觉得这小子不可信，他这么说就是想让你的金丹变成一颗废丹。你会那么好心提醒我？我不信你！这金丹已成，此炉必开。糟了，居然唬不住他，那你就开炉呗。到时候开出来一颗废丹，无法向镇元大仙交代事小，毁了你这一代丹师的名声势大，你自己掂量呗。这小子说的有道理啊！丹书上确实说，阴阳融合必须用烈火炙烤。万一这小子说对了呢？不如就以3分火候炙烤片刻，若真如他所说，最好；若不是，那对金丹无非损失10之1二。好，我就姑且信你一回，看我3味真火。好啊好啊，被你这3昧真火一烤，你的金丹要变成黑炭了。4侯合丹壁，真主坐黄庭，万神来拥护，固收紫禁城。开！啊！天元金丹成了，没想到倒真被那小子说中了。道兄，你这金丹色泽怎么格外与众不同啊？这只能算作半颗金丹，与昆仑前辈所炼金丹
可谓半斤八两。是你，都是你，是你误导我，以火炙烤，这才把它烤成半个焦炭呐。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是好心提醒你火候不够，谁知道你用3昧真火烤焦了金丹，你怎么能怪我呢？我糊涂啊！我竟然信了他的鬼话。这丹炉中还有最后一颗半成金丹，是炼成金丹的最后希望。你们3个谁来？我来，我来。哎呀，来，你们来什么来啊？这龙胆石、凤血都用完了，你们拿什么做担心啊？那这么说，炼成天元金丹的最后希望是在你身上了？不敢说一定有把握，但是绝对不会是一件半成品。要不是你，我岂会炼出这半颗丹药？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替了你！武装观神仙福地，谁敢再次动手？道兄，何必如此激怒？这没有千年丹道底蕴，绝对炼不出天元金丹。他一个毛头小子，肯定没这个本事，就让他练呗。好，就让他多活1时半刻。他炼不出金丹，圣女也饶不了他。最后，这镇元大仙还得从你我2颗金丹中选1颗，你我的目的仍能达成。好，就让你练。我们倒要看看你炼出的金丹能比这丹炉里的残渣金贵多少。虽说不一定能炼出一颗至精至纯的天元金丹，但一定不比你的差。好，此话我便当作军令状。如若你炼不出一颗与众不同的金丹，休怪我翻脸。圣女，放心吧，炼丹我可从来没出过错。不过我在山上炼丹用的都是大铁锅，这么精致的丹炉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们这儿有没有大铁锅呀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要用大铁锅炼这无上至宝天元金丹？对呀，忘了告诉你们了，我在玉京山上炼出的9转金丹用的就是大铁锅。狂妄之极，不知所谓。9转金丹何其珍贵，岂是用铁锅这等下等物件炼就的？2位仙人说的不错，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能把金丹用铁锅炼成。你当我武装观是什么地方？若是传出你用铁锅给我师父炼丹，岂不成了整个仙界的笑柄？张毅，你说你用铁锅炼丹，到底是你的玩笑之法，还是修习过3界之外炼丹之法的奇方秘术？没有，我在玉京山上跟着师父修行20年，这些丹药之术都是我从丹书上自学而来的。不可能，这炼丹之术何其深奥，岂会有人无师自通？自盘古开天至今，就没有出现此等能人。既然不是奇方秘法，那便是投机取巧之物。我武装观不允，就要用这丹炉来炼。不给就不给呗，这丹炉看着比铁锅精致多了，我能用铁锅炼出来，还怕用这丹炉炼不出来吗？师姐，师父伤势紧迫，难道真的要把炼制天元金丹的希望放在他身上吗？他的身上仿佛有一层迷雾，他的底细看不清也摸不透，不可不信，但也不可全信。看让能炼出金丹来最好，若炼不出，这不是还有2位丹师前辈吗？未尝不可从头再来。放心吧，这丹书上的内容啊，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，这金丹一定能炼出来。至于这2位丹道前辈嘛，2位远道而来，不如呀，趁这天色未晚，尽早回家吧。你不知尊卑，狂妄无度，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做。如果让你这个只懂一知半解、只会出字乱造的人都能做出这金丹，那岂不是对我等这修炼了1000年仙道丹道人的侮辱吗？丹道仙道何止一道，放着好好的正道不选，偏要选的歪门邪道，怪不得你们炼不出天元金丹。我今天只炼了半颗金丹，带我回仙门，再取回凤血，明日再来，定能炼整颗仙丹。道兄，何必他争论自将身份？等他炼出一颗废丹，看他还有何面目站在这儿。你少费口水，炼就金丹需要金丹之心，仙家至宝。你的仙家之宝是什么呀？对了，
自从你进了武装观之后，从没见你身上带什么东西。你不会没有带你师门仙家的宝贝吧？听说玉京山之地贫寒，极少有仙人修炼。看他这穷酸样，恐怕一件至宝也拿不出来吧。哎呀，是谁告诉你们的？这金丹之心一定要有仙家至宝呀！历代仙家典籍、丹书珍藏都有记载。那就只能说你看的仙家典籍、丹书珍藏8成是盗版。我在山上翻遍典籍，大道至简，仅需一滴无根之水，便可作为金丹之心炼成天元金丹。无根水？那只不过是炼丹之后洗刷丹炉的废料，你居然用来炼丹，简直是胡闹嘛！哎，你懂不懂炼丹呐？用刷锅的无根水做丹心，那你炼的是什么？废品中的极品吗？我早就看出来，他根本就不懂炼丹。哼，这样下去只不过是在消磨时间罢了。项羽，立刻将他赶出武装观吧，免得他练出什么垃圾来，脏了在场诸位的眼。我了解到的炼丹之术就是如此，你们若是不相信，那咱们赌一把。好，赌就赌。我宫中缺一守门奴，你若练不出金丹来，就随我走，到我宫中当一个守门奴吧。我倒是什么都不缺，不如这样，在守门奴的基础上，再加上1万年的期限。要论修为，我不确定自己的修为在何等境界，不敢轻易下赌。可要比炼丹，你们可要输惨了。喂，想啥呢？到底赌还是不赌呀？当然敢赌啊！不过我要是赢了，你们拿什么输给我呢？哼，我这几千年来存有空洞印、昆仑镜、女娲石3件圣神器，我们若是输了，这3件法宝尽数归你。不过是3块年代久远的石头，被捧到高位，太俗了，不要。我曾在老君门下修行丹道，老君曾送我3座炼丹行宫。如果我们输了，这3座行宫悉数归你。良田千顷，不过1日3餐；广厦万间，不过卧榻3尺。我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？不要！你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那你想要什么呀？我若是赢了，我要你们发一个誓，回答我3个问题，要如实回答。如若不实，天雷劈。2位丹道前辈不敢应答，莫非是有什么不能让我们知道的秘密？我就不信了，你靠着一知半解、胡搞乱造，就能练出至纯的天元金丹。好，我答应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咱们便以50为限，若练不出天元金丹，就算我输。还有半个时辰，你呀，输定。我只需一滴无根之水，金丹即成，用不了半个时辰。3日前，雨神刚在万寿山行云布雨，之后10日，万寿山晴空万里。你若想要找无根之水，恐怕要到那数百里之外了。啊，这怎么办呀？圣女姐姐，你面子大，要不你跟雨神说说，让他降下几滴雨来，不用施云布雨，简单打个喷嚏就行，我就要几滴。不行不行，你若是请圣女帮忙助你炼丹，那就算是金丹炼成了，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。刚才的赌约也算你输。没有丹心就炼不成金丹，小子，你输定了，乖乖做我的守门奴吧。炼就天元金丹的第一步你都无法实现，你还拿什么跟我们比呀？你呀，认输吧。现在就定输赢，太早了吧？还有半个时辰呢，说不定雨神正往万寿山这边走呢。你当雨神是你们玉京山的残老废少啊！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你不配。既然你想要无根之水，为何不自己向天借雨？万一你的面子在雨神面前也管用呢？也是啊，顺便再验证一下我的修为境界。若真是天道境，天上的雨神也不敢不从。若是境界不够，雨神不肯赏脸，就要另寻他法了。哼，雨神乃天地清风的正神，
要想要其给面子，在这关中，恐怕就只有师傅的师责。别说是你，就算是你师傅赵仙师来了，向雨神求雨，十有八九也是无功而返。用无根之水炼化金丹，又不是唯一法门。若是真求不来一滴雨，我还有别的炼制之法。哎，胡说八道！这天元金丹乃无上神丹，就连整个天宫也没有几颗。若真有那么多炼就之法，天宫会不知道吗？老君会不知道吗？我会不知道吗？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根本就不懂炼丹，就是在这儿胡搅蛮缠。等我把你带回昆仑仙山，我要把你拴在门口，供人观赏，以罚你今日戏弄之罪。你们赢不了，也带不走我，因为这个炼丹之法真的是天宫不知道，老君不知道，你更不知道，这是我自己悟出来的炼丹之法。就你也能悟出秘法？老夫修道几千年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笑话。就算是镇元大仙要悟出一条仙人之道，也要100年。你一个弱冠之年，也敢说这种大话？没错，距离师傅上次去弥勒宫讲领悟的仙道，已是有100年之久。悟出这种秘法很难吗？我就用了3天，就是仙人泪。仙人泪就是仙道诸神的眼泪。没错，论效力，仙人泪可与无根之水媲美，用来炼丹效果相仿。瞎掰！天上仙人已绝七情6欲，何来的眼泪啊？要取泪啊，这比晴天落雨还难呐！天上仙人的眼泪我是取不得，但是2位的眼泪也是可以的呀。所以你们最好祈祷我能祈到雨神降雨，不然就要2位仙人流泪了。若真求不来雨神施恩，一滴仙人泪我助你取便是。现在你还是先想着怎么求来这无根之水吧。雨神上仙，玉京山弟子张毅向天求一滴无根水，可否？风干气燥，晴空万里，这天空看起来半点下雨意思都没有。看来这雨神不少你面子呀。雨神上仙，玉京山弟子张毅向天借一滴无根水，可否？雨神上仙，玉京山弟子张毅向天借一滴无根水，可否？别费劲儿了，你一个仙道末流之辈，也敢祈求雨神降雨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别说是行云布雨了，就算是你奢求打个喷嚏，那雨神都不会给你。你还是放弃吧。事不过三，再向天借最后一次，若雨神还不肯赏脸，就是我高看自己的境界了。雨神上仙，玉京山弟子张毅向天借一滴无根水，可否？别挣扎了，你的话雨神不屑于听，我这儿倒有些温热的仙人之水，你要不要？放弃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这丹呐，你炼不出来。别浪费时间了，这丹呐，你炼不出来，还是跟着道兄去做守门奴吧。这10000年不长，这10000年也不短，刚好可以磨磨他的心性。
湿乎乎的，这不是真要下雨了吧？哎，晴空万里，晴天下雨。若是没有真的大境界修为，雨神他老人家可不会给面子。看来化雨仙门那几个老家伙说的是对的，我的修为与资质齐平，均在天道之上。这天元金丹真的被他用无根水炼出来了。愿赌服输，你们说的。如实回答我3个问题：第一，以钉头七剑书暗算镇元大仙的人是谁？第二，是谁让你们在这丹中下毒的？第三，这2件事的幕后主使是不是同一人？说。